注意看，男人在纸上随意画了几只小鸟，接着大手一挥，小鸟竟然从画里飞了出来。如此神奇的一幕，把台下的宾客看得目瞪口呆。表演结束后，赢得了所有人的喝彩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观众觉得不过瘾：“你这么厉害，能不能画个小姑娘给变出来？就是变一个，变一个！”看着台下起哄的观众，男人心中毫无波澜，因为他是一名戏法师，戏法又被称之为东方幻术。没一会功夫，一幅美人出玉图被他画了出来，接着用毛笔沾了一些朱砂点在美人嘴唇上，没想到居然动了。完成最后一步后，戏法师念动口诀：“速去。”从画里走出来的美女瞬间把台下的男人惊呆了，因为她比画里的更美。美人飞身而下，开始挑逗台下的男看客，每一个都被她迷得神魂颠倒。而这位戴眼镜的男人似乎知道了其中的猫腻。姑娘，你找错人了，我身上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原来他接近看客的同时，也盗走了看客身上值钱的东西。知道事情被揭穿后，美人瞬间变脸，可男人只用一双筷子就化解了他的攻击。女人还想对其发难，只见男人端起酒杯泼了出去，美人瞬间化为粉末消失不见。台上的戏法师一看这是遇见了高人，二话不说直接使出看家本领，而台下的男人只是看了他一眼，接着又倒了一杯酒。天地玄黄，五行列张，阴阳相逢，背水而上。自己使出的看家本领被人如此轻描淡写的破解。就在戏法师还想发难的时候，台下的男人告诉戏法师：“本事练到家了，但祖师爷的规矩却忘在脑后了。”说完便离开了酒楼。那个人是谁呀？他呀，嗨，万里桥开棺材铺的老姜。最后在酒楼老板口中得知，他原来是戏法门第一传人江北海。转眼3年过去了，半夜一辆开往省城的火车上，一位卖烟的小兄弟正东张西望，表面上是卖烟，实际上是个小偷。但这种小把戏被对面的老者一眼看穿。年纪轻轻的学什么活？非要吃轮子饭当小刘？别看老者是个瞎子，他也是位戏法师。此次带着孙女正式前往39城讨生活。第二天一早，爷孙俩就到了39城，准备去饭馆先吃点东西。可小姑娘一不小心撞到了店小二。就在这时，老瞎子一招听声辨位，顺利接住了茶壶。而这一幕刚好被一旁吸烟的男人看到。老先生，好身手啊！刚刚这禅听诀的功夫，可不是一般人学得会的。男人走后，老瞎子便对孙女说：“这个人呢，心不善，咱们爷俩呢，离他远点。”午饭过后，39城变得非常热闹，满街上都是跑江湖卖艺的，而其中变戏法的表演更是围满了观众。此时，孙女小蝶觉得自己爷爷比他们更厉害，于是想让爷爷给他们上台露一手。老瞎子本想低调，可还没等他答应，小蝶就直接上台替爷爷报名。爷爷没办法，只能上台表演。只见老瞎子开始运功，随后凭空撒出无数纸条，将纸条搓成一团，接着往手掌吐一口气。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无数纸屑飘满了天空。更加不可思议的是，那些飘在空中的纸屑竟然变成了鹅毛大雪，而这如同神仙般的操作，正好被酒楼上的2人看在眼里。好一出9月9的鹅毛飞雪呀！其中一个正是刚才在酒楼遇见的那位男人，告诉三爷这些都是小把戏。说完起身吸了一口烟，轻轻一吐，没想到天空中飘落的雪花瞬间化为了冰雹。此时台下的看客被砸得四散而逃。老瞎子知道遇见了高人，准备迎战，而楼上的男人又吐了一口烟，那些冰雹此时已经变成了冰锥，朝着老瞎子袭来。不过老瞎子靠着灵活的身法暂时化险为夷，但下一秒男人一掌拍向窗户，瞬间一股寒气袭来。所过之处全部被冰封，当然老瞎子也没能抵挡住寒气，被冻成雕像，最终倒地而亡。小蝶后悔不已，要不是自己非得要爷爷上台，也不会这样。
为了能知道爷爷的死因，小蝶找到了酒楼老板，希望能帮助他。你要是真想知道，想弄清楚的话，我倒是知道有个会剑师的高人。而这位高人正是当年的戏法师白晓生。经过当年那一战，他不再用戏法坑蒙拐骗，而是开了一家替人算命验尸的店铺。白晓生接过小蝶的大洋后，在老瞎子身旁放了3盏油灯，瞬间出现在了案发现场，然后一眼就看到了酒楼上的2人。当他看清杀死小蝶爷爷凶手的面容后，背下了一身冷汗。原来那人名叫黄海山，修炼的是一种极为恶毒的阴门幻术，而这种幻术只有他一个人会。事情要从17年前说起。这戏法门分阴阳2派，阳门是跑江湖卖艺，阴门是禁忌，修的是邪术。祖师爷手下有2个徒弟，大徒弟叫江北海，老实忠厚；二徒弟黄北山却生性狡猾。戏法门有个规矩，不能用戏法伤人，但这黄北山却屡屡犯规。不仅如此，还偷学了一门秘术，被师傅发现后，竟然为了一本秘籍残害了自己的师傅。江北海为了替师傅报仇，一路追杀黄北山至山海关。但江北海最终因为心软，只是废了他一只手臂，让黄北山从此不再踏进39城，放过了他。可如今黄北山又出现在39城，白晓生告诉小蝶，想要报仇只有去找江北海。小蝶在白晓生的指点下，在城外10里地万里桥棺材铺找到了江北海，但此时的江北海早已不问江湖上的事，小蝶爷爷的死他不想掺和。我爷爷是被黄北山杀死的。可听到凶手是师弟黄北山时，知道自己想躲也躲不掉。另一边，黄北山正在为三爷出谋划策。三爷表面上是做金银珠宝生意，可自从黄北山的加入，背地里做起了走私鸦片。黄北山利用戏法把鸦片变成茶叶，躲过了官兵的巡查。就这样，三爷赚得盆满钵满。可三爷发现这黄北山1不图财，2不图权，只想要一本可以逆天改命的天谕书，而这天谕书就在江北海手中。果然，老江刚踏入39城就被2人跟踪，可2人还没打几下，旁边的同伴便浑身难受，身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。看样子，客人来了。1声劈，2声破，3声放，寸金不换。原来黄北山在手下体内下了蛊虫，这边老江没有见死不救。仔细看，一条怪虫在男人体内游走，幸好江北海及时出手，用内力将怪虫逼到指尖处，接着用一根银针扎破手指，没想到滴到生肉上的黑血，瞬间变成了一条黑虫。这啥东西？下战书问问就知道了。与此同时，黄北山手中的毒虫也瞬间被烧焦。男人为了报答江北海的救命之恩，把黄北山的住处告诉了老江。来到三爷开的金银楼，当看到黄北山如今的样子，老江差点认不出来。但一个人的谈吐气质是无法改变的，老江确信那人就是黄北山，于是当晚便下了一封战书，让他明天来棺材铺决一死战。第二天，黄北山如约来到棺材铺，老江身穿当年戏法门的衣服现身，2人大战一触即发。黄北山率先攻击，但2人都是师出同门，手法和招式都差不多，数十个回合难分高下。但黄北山因为修炼邪术，身体受到反噬，很快便落了下风。江北海一记重拳把黄北山震出门外。其身后的黄北山觉得是时候决一死战了。戏法门中的阴门和阳门必须分个高低。王道良辰，同白同桑。混沌三清，万气无形，心少引灯，韶光驰明，闭门同章，一尺雷霆。能让我看一眼天运书吗？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天谕书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